因为台糖饮力它那个出油没有通报，说那个出油的苯醛比呢比标准多了7倍，达到14 ppb。那卫福部长说呢，依法可以不用通报那因为它是半成品那陈进辉就说，那你们是不是双重标准吗？当时苏丹红你们就是要通报然后呢，当时卫福部113年就2年前的新闻稿说，标题阻绝源头不法，落实自主管理及通报有疑的产品，就有疑问的产品都应该自主管理，还有通报。当时就讲对不对？为了源头就要阻绝不法。那你现在你明明知道它有问题，对不对？你台糖还去跟中联买，明明它有问题，为什么不通报呢？然后现在说它不需要通报，因为它不是成品，它是半成品，就让人觉得说，不管，而且尤其你台糖还是一个国营事业，你从你的道德，从你的这个责任来讲，你也应该要通报对不对？你不通报，他如果卖给别人呢，他不会只给你这一批嘛，他那一批一定有这个产量很多，油的产量一直很多的，他给别人可以吗？可以这样吗？都可以不通报，可以这样彼此就互相掩盖吗？所以5月的出油，我刚刚讲嘛，7倍，7.35倍。台糖说这个问题没有进场，所以不通报没有违法。他没有进场，但是他已经知道这批有问题的，他就应该通报。不管怎么样，你的责任都应该通报。那为什么这个苯醛比超过7倍？那你干嘛要定标准？你既然是原油，为什么定标准呢？台糖的副总理说，为了控制成本才定标准来检验。换句话说，我在原油就把你打掉了，不要等到做成成品再来检验，这没有错啦，原油就检查。但是现在问题不是说你原油检查不对，而是你检查有问题，为什么不通报？为什么不制止他？你不能卖给别人不能卖给别人你根本不在乎。我只要我没有问题就好了，别人怎么不管？可以这样子吗？好，那么黄伟哲就说把冯京当马良，意思就是说呢，这个台中台南高雄卢秀燕就说整个台糖都登记在台南，那台糖被骂说把毒流到市面上去。台中市的法制局长李善直说，你只是默默的退货换货，你并没有报，你应该要报的，你不能只是默默的退货换货那另外呢，这个陈其迈、黄伟哲，因为虽然这公司登记在台南，但是呢，他这个做油的其实在高雄，所以呢，你们呢都不要推卸责任那另外呢，高检署主任检察官陈宏达今天联合报还讲了他，陈宏达这一巴掌打在卫福部跟经济部的脸上，一巴掌打了2个部。那陈宏达是说，因为黄伟哲说了，台糖的油品部呢是卖器材油的了。那陈宏达说，你这个不知所云，在讲什么东西对不对？不管怎样，你查出来出油有问题就要通报，就是这么简单。而且你台南市的食品管理法自治条例里面也写的要通报，而且没有说是产品才要通报，你的来源就要通报那所以呢，这个陈宏达说台糖这是法律问题，我刚刚讲的是责任道德他不是，到法律就是要，法律就有法律就规定，尤其台南市的自治法规就规定，法律就是要通报不是政治站队，跟政治无关。所以呢，联合报才用社论说，陈宏达一巴掌打在卫福部，一巴掌也打在经济部脸上。我们看一下。史部长，如果你要说这个只算苏丹红的话，你就简短说明。你们自己113年，因为苏丹红这种工业的颜料混进了食品中，混进了化妆品，你们跟业者做了好多的说明会，告诉他们说，食品业者发现原料或是产品有危害卫生之余，就要主动的通报。那个指的是非法添加啦，这个不一样，这个不是中间的产品这个是违法添加。针对有定出食品安全卫生标准超标的，那么需要进行通报。而我们这一次所定的这个苯醛比的标准，针对的是食用的油脂，尚不包含原料或者是这个中间的半成品，也就是脱胶的出油所以这个没有这个定这个脱胶出油的标准，所以依法上当然它是可以不用通报。委员好，你的梗图都在做叶片了，你拿油上来干嘛？你就拿叶片上来就好啦，可以把油拿下去了。
请把油拿走，因为台糖最早验到毒油，却一直没说。经济部甚至帮忙开脱，说台糖是乖宝宝，通报义务不该无限上纲。不过，高检署主任检察官陈宏达就发文指出，如果当时所掌握资讯已经达法律所称有危害之余，依法即可能产生主动通报义务。一句通报义务不该无限上纲，不能取代对法定构成要件的法律分析，更不能成为淡化法律责任的理由。好不好？不管台糖是好宝宝、乖宝宝、笨宝宝、坏宝宝，不管是怎么样，来，建豪怎么看？这个食用油危机可以烧1个月，我真的是称呼其，就是真的是太惊讶了。这件事情从头到尾就是因为政府一直在说谎，今天又再度证实这件事情，就是像那个20%的标准，还有那个会议的问题。一开始没有这件事情，是被揭露之后说哦，中联在现场，那在场在多久呢？中间离场了。今天被揭露说没有，全场都在场。那到底他在会议上有没有讲话？目前还不知道。目前说没有。那会不会隔2天之后又有吹哨者跟委员爆料，又拿出新的会议记录，其实他讲话就讲了什么事情？所以这件事情从头到尾延伸到目前为止，第一个，政府卫福部一定要负最大责任，就是因为你一直在说谎。我们在第一天质询的时候讲了，如果第一时间你就全面下架，没有什么20%有的没有的。这件事情不会变成这么大的风暴啦，你就是按照过去几次食安危机，政府该做的事情就是把它下架，那就没事了。就政府就是去该惩罚的厂商该倒让他倒，该罚钱去罚钱，该赔款赔款，怎么会到今天还在处理这个事情呢？就还要到今天还在讲说台糖有没有通报义务，有没有通报责任？你当然有通报责任，你的食安法写那么明确，那边讲说什么这个是出油没有不一定用在食品的，所以不用通报。那我想问一下，请问台糖做别的产品吗？你台糖你做不就产品，你做的产品不就是食品吗？你中联卖给台糖的这东西不就是为做食品而做的吗？那这不就是食品的原料吗？那为什么你不用通报呢？所以这件事情从头到尾就很荒谬，就是从头到尾从卫福部然后到台到经济部，每一个人都在掩盖。你看今天在咨询中又讲说这个我们不接受盖牌的这种说法，你就是盖牌啊！你从会议记录盖牌，然后你通不通报也盖牌，隐匿事实也盖牌，然后又把责任又去扯什么地方，是不是去扯台中？我要再讲一次，像台中那个事情。今天问题你不是什么茶厂几次有茶厂，那过去全台湾他们台南、高雄、台中大家都有茶厂。第一个是过去这段时间确实没有验出来，那再来说现在会演变这个问题，是因为已知有问题了，已经知道有问题了，结果你没有通报，已经知道有问题，结果你不下架，问题在这里啊，问题不在过去的事情，已经发生，结果你什么事都不做。那再讲会议记录也是一样啊，我讲真的，台中那场会议食药署有派人吧？有派人啊。那难道台中市政府在那会议里面有做一些违法的决定吗？有隐匿事实吗？那就早有隐匿是食药署早就出来讲话了，就没有嘛？因为是公开透明的，让大家的参与会议来知道说到底要怎么去面对这件事情。那问题是今天像食药署开的那个会议，一开始是完全不讲，是到今天被骂到被讲到资料都被公布出来之后，他就说好吧，那我们来公布会议记录，所以完全是不一样。而且那场会议里面也没有要地方政府任何主管机关都没有去，就只有食药署跟厂商跟所谓的学者专家。去讲那个会议，所以那就是黑箱嘛。那如果今天不是立法院一直追，到今天为止才要准备公布会议记录，事情已经爆发1个多月到现在，而且如果从台糖开始算，从5月到现在，台糖隐匿到现在都没有公布会议记录，那为什么今天才突然公布？那表示你这本就该公布。那过去是因为你想要把它混过去。如果从头到尾我要再强调一件事情，如果通报一开始你就通报的话，一开始就下架的话，就没有这件事情了。那再来就讲这个台糖的问题，像那个黄伟哲，我觉得最近他很奇怪，你先跑来讲那个蒋万安的讲那个声尾声音，然后现在又跳出来讲说什么台南只是做这个什么石油部门的，从头到尾就是这个事情，台糖你登记就在台南。就像南桥，他登记在台北，所以台北是在罚他没有通报。那今天你谈的理论上，你应该去裁罚说，你台糖为什么没有通报？食安法白纸黑字写这么清楚，我不知道说白纸黑字写这么清楚，怎么可以玩这么多文字游戏？是不是今天面对民党政府，我们要把法律把它写得非常的细致？都不用管道德，也不用管你应该做事情，是国营事业，然后你放任这件事情就这样爆出来，然后都不用没有人负责，已经1个多月了，从上到下到目前为止，连台糖董事长都不用负责，我觉得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啦。我觉得民党继续用这种态度下去没关系，我觉得年底的选举一定会给民党很大的教训。魏生，讨论1个多月之后，大家都忘记，其实最全面的始作俑者中联油这个业者的责任已经完全消失了，没有人在讨论中联油，也没有人讨论他后续应该要怎么样去进行裁罚，或后续到底这公司还可以持续营运。我们能看到的就是这个台中市政府，我们看到卢秀燕的团队在7月3号都想要试图要来帮中联油来护航，想办法要让它可以重新复工。有啊，确实在说是这个样子，所以他们才把这个议题提到了7月4号的专家会议里面，非常的清
清楚。但是从伟善的态度啊，你就可以明显感受到，民进党到现在都还没有想要处理这一个重大食安案件的一个积极的态度，到现在都还在扯台中扯什么收政治现金。那请问一下，那个跟食安有什么关系？是因为收了这一些才有致癌有吗？不是嘛？所以我觉得好好的来看中联的问题，而且中联国民党哪一个没有骂？该死，该负责，本来就是啊。那台糖不是也是有很大的一个问题吗？台糖问题在哪边？我觉得啊，评论民进党永远你用双标去评论就好了。双标是什么？台糖他可以说哦，台糖是乖宝宝，台糖因为他说的是原料，所以没有通报的义务。请问一下，南侨那个时候是什么？南侨当时候卫福部第一时间的态度就说哦，他通报延误，所以应该要重罚。当时候是这样子的态度，对比台糖的态度就是两个非常的不一样啊。然后到现在还在扯说什么？一个是产品。好，那请问一下产品，然后请问一下产品不是要做成在现在呢？民进党再去辩论有关于这个致癌油的这个事情上面，就是只有辩护啊，就是辩护，然后东拉西扯，把一些不相干的事情呢扯在一起呢，目的呢就是在转移跟模糊焦点。从这个癌油的这个事情发生到现在，民进党的态度只有一个，他想到的呢不是怎么样扛责任，而是怎么样甩责任。非常的严重啊！连到发生了台糖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即便是高检署的主任检察官陈宏达讲了这么的掷地有声，这么的清楚，到现在，我们的从卫福部部长、经济部部长、食药署到民进党的民意代表，还这样子振振有词的，你们把民众都当白痴吗？就觉得说台糖没有通报义务吗？台糖今天呢，当他发现了中联那个油有问题的时候，不通报他就有责任呐。陈宏达讲得非常的清楚，我们食安法的是一个预防的原则，它不是一个事后的惩治的处理原则。你竟然是一个预防的原则，你台南的地方自治条例规定的那么清楚，你48小时之内就要通报，高雄规定的还更严格呢，24小时就要通报。所以呢，法律它不是不能够因为你的这些行政机关你的裁量不同，而就有因为政治立场上面的攻防而有不同的适用。这是陈宏达讲的哦。他说是否忠实履行法定义务，因为法治的底线就是法律不能因人因事因政治立场不同而有不同的适用。行政机关你不能够自行的限缩法律义务，否则长久下来，人民相信的将不是法律，而是行政机关当下如何解释法律。这个对于法治国家来讲是最严重的问题。不，这样看哦，中联后来中联现在他的总经理叫做于林仲，他的炼油厂厂长叫做陈明荣，都被台中地方法院裁定收押禁见，关起来了。说不是没有处理，你现在讲重点什么都被关起来了，将来都判重刑啊。然后不但如此，他这个泰山企业也算是他的股东了。泰山企业前任的总经理叫做沈怡君，现任的总经理叫做蔡国良，也被收押禁见。收押禁见是很严重的问题，这些董事长、总经理、厂长关起来，不能亲人都不能去接见他，不能够接见哈。所以这个不是中联没处理，这是一个。第二个，现在在争执说台糖那个是买中联的是半成品，所以呢，这个卫福部啊、政府都说，因为他们是买粗胶原油，不能供人食用的半成品原料，所以依食安法没有通报义务所以呢，台糖是乖宝宝，是好宝宝。但是台南市有一个叫做《食品安全管理自治条例》，这法律台南市的单行法规明定业者发现上游业者供应之食品有危害消费者健康之余时，就应该在48小时之内通报卫生局。之余不是说已经造成结果了，是有这样的考虑，有这样的顾虑，有这样的怀疑，就要48小时要通报。是台南市定的更严格的那我要再讲，就这样讲就是说政府有很多部会嘛，譬如说内政部啊、外交部这些他们政治性是很高的，但是有些部会像卫福部啊、环保部啊，其实它的政治性不应该那么高，就是事实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如果你环保，如果你卫福，你还以政治挂帅，以后就没有人相信你的。
所以为什么对环保部对卫福部来讲，诚实是最好的政策？所以我讲这个事情，卫福部希望发生吗？他当然不希望发生嘛。谁希望发生油的问题呢？但是油的问题过几年就发生一次，过几年不管是国民党执政、民进党执政都发生过。那遇到这种问题怎么办呢？就是好好处理就是了嘛。这次的问题，它不是在油本身，是在你事后的态度。你政府的态度很奇怪。我面对这个问题，我就该处罚我就处罚嘛，该通报就通报嘛，该担责任就担责任嘛。那老百姓也不会一直就怪你，把你怪死，不会啊。是你这个事后整个的态度非常奇怪。所以这件事情问题是在你的态度问题。休息一下就回来。好，那污染人真的得了帕金森症吗？所以那得这个病还能够到处啪啪走吗？而且呢，欠台糖1亿7千万呐，对不对？那法院说找他找不到人呐，结果发觉说他在高档的在安和路的健身房啊，高档健身房在那边呢，还有这个豪车接送啊，那到底怎么回事啊？那另外呢，所以呢，就说他既然没有办法自理，居提不到，又在健身房现身，结果呢，民进党现在避重就轻说，年纪大人去健身都值得鼓励啊，这两回事嘛，这两回事啊，对不对？那你各种犯罪人也可以都去健身，没有人反对健身啊，没有人这你这个逻辑怎么把它搞在一起呢？他欠债，对不对？欠那么多钱，然后呢，法院找不到人，然后坐着豪车去健身，到高档健身房，这跟长者去运动值得鼓励。你钱还了，你爱干嘛就干嘛，你每天泡在健身房，也没有人讲你不对啊，所以呢，国民党点名说，台糖董事长要负最大责任呢，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呢？欠国家的钱啊，当时把土地贱卖了，对不对？造成台糖的损失，那现在法院判你要还钱，你就这样轻轻的重放他吗？所以呢，国民党就轰台糖，说呢，你到底跟吴乃有什么协议？给我们看看啊。对，法院已经管收他了。后来说我们有协议啊，他要还钱了，把协议给大家看看，那个协议合不合理啊？那他到底钱还得了还不了啊？是不是公开内容嘛？这有什么好秘密？又不是国家机密好吧？吴乃仁无法自理，又不用管收然后又上健身房，柯文哲就自己酸说我怎么能够跟赖清德的干爹比呢？他说我弄的钱是支持者的捐的政治现金，那赖清德担保他这个清白的人是国家的财产被侵害怎么会一样呢？所以呢，柯文哲就秀他今天换了电子，原来是脚环，我也不懂为什么要换了哈。那现在呢，换了电子手环，然后他说我是本偏比，自己消遣自己，因为如果是脚环的话在脚里面还看不到，你还可以用个裤子盖，你在手上其实就看得到了。你是故意要羞辱他吗？还是说手环比脚环进步？所以呢，柯文哲下次就笑说，下次可能换电子项圈挂在脖子上，你们总看到我戴一个项圈吧，因为冬天的时候袖子还可以把它遮起来所以为什么这样换？我也好奇为什么换。所以柯文哲说，这是法务部要展示刑具先是脚，再手，再在脖子，再挂耳朵，挂脸上。我们看一下，你看这个不错啊，买了以后会变成时髦。秀出刚在派出所更换的电子手环，柯文哲特别在上面贴上莱尔校长跟本偏僻的贴纸，酸度破表。那我也不晓得他为什么要电子脚镣换成电子手环，也许法务部想要把他所有的刑具都展示一遍吧，下一次看有没有电子项圈呢？他说我会逃亡，我也不会逃亡，我逃亡干什么？柯文哲戴了8个多月的电子脚环，系统异常狂响3800多次，但高院认为柯仍有科技监控的必要，才改戴手环。只是妻子陈佩琪就爆料，柯文哲因为这样重心不稳，在浴室跌倒脚扭伤，应该是韧带断裂，让他要拄着拐杖进派出所。那以前装那个电子脚镣，你知道吗？就是常常会踢到脚嘛，所以走路会比较姿势比较不同了。最近刚好因为全身凸显，走路走太多了，所以可能那个反正在浴室里面就扭到了，还好了。
不过另一边，民进党新潮流大佬吴乃仁因欠款台糖1.7亿，6月3号被拘提未果。如今有民众爆料，这找不到人的8天，吴乃仁4号、8号都有豪车接送到健身房健身跟买东西。那我们不能跟吴乃仁比啊，吴乃仁是赖清德用政治生命保证他清白的啊。而且吴乃仁侵占的是国家财产的，我那个是合法政治现金，吴乃仁是赖清德的干爹哦，我们怎么跟他比？面对9月8号2审即将展开，柯文哲更换律师团队应战，这次有信心吗？我发现我以前在1审的时候，我们还很认真的准备，但是我还发现法官从来不问问题的，所以我也不晓得准备什么。柯文哲用手环贴纸再次向总统表达了那一句“哦，不会屈服的”。赖编志。吴乃仁这绝对是有差别待遇啦，因为他那时候法院本来通知到案那天，后来他不见8天，然后法院都找不到人，结果大家都拍得到他，然后他出入还有豪车，他不是没有钱还，没有钱还为什么都可以坐豪车呢？坐的比大家的车都还要好，那到底是为什么呢？所以代表说政府也没有很认真去追嘛。那吴乃仁现在欠的是纳税人的钱，台糖是国营事业嘛，那当然也跟纳税人有关。那为什么去追纳税人钱追得这么的松呢？那台糖好不容易啊，就跟法院申请到可以管收他，其实目的就是用这个最激烈的手段去逼他还钱嘛。理论上是这样嘛，你达到了管收的目的，你就要他一定要讲一个还款计划出来，甚至还了一笔钱之后，你才要去申请解除管收啊。结果完全没有哦，他好像在看守所待了12天，台糖就主动说要解除。结果后来大家都以为说，是不是其实吴乃仁已经透过律师跟台糖有讨论好怎么还款，也没有。他们吴乃仁出来之后2个礼拜，台糖去跟吴乃仁去讨论，结果呢完全破局。然后人家问台糖说，吴乃仁还钱了吗？台糖说没有啦，但是他愿意来协商，就是有诚意的啦。还有这样子哦，那就是在拖嘛，那就是没完没了嘛。那你们为什么对于吴乃仁就是这么宽？今天如果换做别人，你会这样吗？还是因为他是吴乃仁，这就有差嘛？然后再来就是大家就质疑说那个台糖的董事长，因为他吴明章嘛，他就是赖清德屏东的信赖之友会的执行长可以当台糖的董事长。当时就一波就说为什么是绿油油？但即便是绿油油啦，坦白说他其实也不是说完全酬庸啊，因为他是屏东科技大学的食品安全好像主任吧，他是一个食安专家。好，但是我觉得这又更讽刺，就是刚刚我们上一段所讨论的，如果说今天你是一个食安专家，那理论上台糖你看到了这一批原料，这个原料的本田皮超标7倍，这个比那个南桥验出来的还要高哦，7倍。结果你就说那我就不要买就好了，就跟我没有关系了。你是食安专家，食安专家就是平常常常在研究怎么让我们这个社会食安更好的，然后会提出很多建言的，开很多研讨会，教很多学生怎么为我们这个社会的食安把关的。结果你做了台糖董事长，你们买了一批可能对大家健康之余产生影响的，你说我不要买就好，跟我没有关系。有这样吗？这也太不合理了吧！而且这个真的违反台南的自治条例。来，彩薇你怎么看吴乃仁？我觉得吴乃仁他在里面就是帕金森，可是呢出来他就可以练金身。我觉得这个真的让人看了，我觉得非常非常荒谬。他说之前说他有这个患严重的帕金森氏症，然后生活没有办法自理，生活没有办法自理的人可以自己走到健身房，然后去运动。然后民进党现在为了护航吴乃仁，他讲一个更荒谬的说，这个健康自律可以去运动，不跟生活无法自理，这是2个完全不冲突的。我真的觉得这个世界真的是民进党的逻辑，他们都是自创逻辑、自创名词了。吴乃仁他可以向法院装穷，然后装病，自称自己有严重的生病，然后生活没有办法自理，然后来躲避司法的讯问。然后如果不是呢被拍到了，那请问一下，吴乃仁到底还要骗大家多久啊？一样双标又来了。如果是平民的话，平民这个一般欠债被管收到底，财产扣押，可是绿营大佬欠国家1.7亿，却可以用这个重病来当免死金牌。请问一下，这看在一般民众的眼里，这个情何以堪啊？所以我觉得民进党真的简直是把司法尊严践踏在脚底下，也把国家资源践踏在脚底下。因为台糖真的是一遇到民进党就腿软，连柯文哲都觉得说他自叹不如哈。赖乃菁，这个柯文哲我刚查了一下就说他从这个电子脚镣换成这个手环，主要是因为这个法务部法院在那边考量他有过去呢有超过3800笔
的警告哈，就都是系统异常哈。然后所以呢，就说从即日起，因为他8月5号去换的，到派出所去换的，8月5号开始到明年1月中改用这个电子手环来监控，而且脚镣有3000多笔的错误的警告，3800笔的对警告，它都是系统异常。那他还能活吗？那其他戴脚镣的人有没有这样呢？就不晓得。那为什么只有他呢？然后他说，因为那个他说柯文哲。因为陈佩琪医师呢也讲了好几次，就是说他戴电子脚镣期间，因为重心不稳，所以他的走路失衡，哈，那个有多重啊？他的浴室呢扭伤、跌倒啊，好疑似这个韧带断裂啊，所以他今天才拄拐杖嘛。理论上电子脚镣不会很重，因为我没有戴过啊。那当然戴手会不会这样的手扭到这样？我有看那个。就是蔡正元嘛，哈，这是非常的不方便呐，哈，是非常的不方便。但显然柯文哲对换成手环，他没有很满意才对啊。对，就我觉得这就是柯 P 啦，哈，他今天。他自己一定也很清楚嘛，因为他去派出所换的嘛，就知道说为什么换成这个电子手环，然后他就用比较嘲弄的方式，就说哦，好像展示这个刑具。你下次戴个项链好了。对，有这个东西吗？我这好像没有，没有啦，这个太夸张。我觉得想象起来了哈，就说电子环应该是比电子脚链来的方便很多啦，应该是这样子哈。可是看得到。可是。你脚镣你裤子挡住了，对。可是呢，就说重点是在说柯文哲有没有严重到要戴电子脚环呐？好，就是他跑啊，对，就是他有逃亡之余吗？怕。我觉得戴电子脚环其实是对于这些人，他其实是一种人权上面的一个侵犯了哈。今天呢，真的是怕他跑的。我觉得像比如说有很多人什么欠债不还啊，然后根本之前的时候，民进党也有很多的案子啊，为什么这些当事人在这个期间的时候，突然跑掉了，不见了，然后呢，等到非常非常最后的这个关键时候才突然来现身，所以有谁要受到这样子的一个处遇啊？柯文哲的这个案子，很显然的，本来就是一个政治性很高的一个案件啊。那他今天用这样的嘲弄的方式来去出庭，我觉得也就是抒发一下他的这个心情嘛。比较严重的还是吴乃仁的案子啦。我觉得民进党呢不要太小看啊，就吴乃仁他的这样的行径作风，对于民进党他的选举以及他在民众的观感上面所造成的影响。今天呢，吴乃仁他可以因为跟台糖之间的协议啊，然后呢就管收就突然就放了。然后呢，到1.7亿现在的这个下落是怎么样，我们都还是不清楚。然后可以自由的这个进出高档的这个健身房哈，然后呢还一方面呢却要以这个帕金森症来作为他解除管说的这个理由。我觉得这样子在民众的观感上来讲是非常非常差的。不过我觉得最重要还是说立委要求的那个协议怎么签了。就是你怎么确保吴乃仁会还钱，这才重要。关他其实不是重点嘛，重点是你欠国家钱要还比较重要了哈。不过你重看陈水扁，再看柯文哲，哦，政治真是蛮高的一个风险呢，政治蛮高风险。所以呢，所有政治人物都要戒慎恐惧，能够全身而退，叫阿弥陀佛。休息一下再回来。好，侨委会主委徐嘉晶最近变成风头人物。本来侨委会其实是一个冷门衙门了哈，但是因为他去考察了哈，然后呢，这个说只有5页的报告了，哦，但是现在他说我有30页报告，怎么5页？而且又说呢，以前的30年以前，张孝严是侨委会这个委员长，当时呢出国只有1张表，而且带他太太住5星级饭店，哦，那民众党呢就拿这30年前，30年什么好扯的，可悲至极啊。哦，那另外呢，现在又生事了，说他去东沙岛，我也不懂侨委会去东沙岛干嘛？他去东沙岛，好吧，你去就罢了，还带你的儿子也登东沙岛，哦，所以监察院这是违法的，要罚。哦，为什么到东沙岛要罚啊？那徐嘉晶说我没有收到文件啊，罚我什么？到现在为止没有啊。过去是说这是乌龙爆料，大家以前有人讲，那现在说我没收到文件啊，罚我什么东西？为什么到东沙岛要罚？
只有4类人可以去东沙岛，只有4类人。第一类人，执行公务、参与国防安全的人；第二类，跟国防部订有契约、工商组织跟参与国防安全事务，就可能在东沙岛里面做国防的公事了哦。第3类，外国籍人士，确实参与国防安全，比如我们老美哦，老美的这个跟国防有关的人。第4类，从事装备维修哦、保养跟学术研究哦，还是跟那个国防这个装备有关，要不然就从事研究，看那个附近有什么乌龟啊、什么鱼啊，到底怎样啊等等。只有这4种人可以去，那其他人不能去。那你侨委会委员长去就很怪了，还带着儿子去更怪。我们看一下。2025年8月，侨委会委员长徐家清跟多位在学侨生参加侨委会活动，登上东沙岛。但照片中，其中一位不是侨生的，就是徐家清的儿子。去年他遭爆料开后门增加条件，让爱子资格不符合也能登岛。去年徐家清直言是乌龙爆料，如今吹哨者公布监察院调查结果。经过快1年的调查，监察院函文写下，经过6月17号的廉政委员会决议，徐家清关系人参加2025侨青东沙生态体验营，核定有违反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第6条，将依法裁处。一开始我们根本不知道有一个学生是侨委会主委的儿子，当下搞得所有的工作人员压力很大。这个案子监察院前后调查了半年，甚至我们的同仁压力大到快要疯掉，因为一个人的自私，让其他完全不知道的公务员承受很大的压力。裁罚的部分没有啊，收到函文没有啊，我还没有收到任何文件。原先徐家清一度否认，不过摊开去年的报名表，似乎就是因为另增这3个条件，加上开放18岁以下都能参加，才让徐家清的爱子能顺利报名。如今按照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规定，若是机关正副首长，依法将裁罚10到200万元。寄出函文说违反利益回避原则，也许他有寄，但是我还没收到。我也没看到内容哦，所以我无法回答。如今爱子被波及，面对监院动作，徐家清从完全否认到或许有寄出，多次追问下，态度似乎也有些转变。看起来徐家清跟民众党是杠上的，所以民众党说立刻下台负责，不要假考察真观光。来，建豪。先看徐家清那个讲蒋孝严那个年代的事情，30年前，拜托一下，那是1996年左右到2000的时候，那时候的国民党讲真的，那时候我们就做不好嘛，所以2000被换下来了嘛。那现在徐家清讲30年他们这样搞，所以他现在也要这样搞的意思吗？所以他是预告说民党即将下台的意思吗？我觉得这很荒谬的类比啊！而且你讲个30年前的事情，那现在那时候完全无法考证，然后你是这叫传闻，就是这种传闻，就别人跟你讲说我这件事情，你也没有证据，然后就把它讲出来了。我觉得这对政务官来讲，就是你是做侨务工作，你每天在全世界各地，我遇过他很多次，就是你在台上场合，你去讲这，或者说你去用这种身份去讲这个话，我觉得是有失就是我们国家的尊严。因为你这样怎么去面对这些海外台商，你要怎么去跟国外政府交涉？我觉得这是很奇怪的事情。我觉得徐家清应该在态度上应该好好检讨。那再讲这东沙岛的事情，其实真的东沙岛很麻烦有说真的，连立法委要去。我跟大家报告一下，今年本来内政委会有办一个考察，就是要去看东沙岛一些房屋啊，看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配置。之前办太平岛，那今年办东沙岛，那我有报名，但是我备取我没有上。那后来呢，有我也没去。有委没去的时候，那内政委会就问说，那你要不要去？我说问我不要去，我说 OK 啊，我时间排看，我应该可以去。但是要出发前1个礼拜，那个内政委就跟我说不行，你不能去。我说为什么？我有什么问题不能去？他说因为要45天前登记，你的资料要送去国防部，要送去内政部，你才能登岛。换句话说，你要登岛，你是有实名制的，你是有资料的，你是一定要确定你是谁，然后你才能登岛，然后有相关名义，你才能去。那请问徐家清的儿子，你是用什么身份？你去登岛，然后你用什么资料，你送给谁？你是不是做假资料？所以这相关的这些细节应该都要去追查，而且更何况说这个事情是，如果你儿子真的想去东沙岛，他有一些是年轻人的一些什么夏令营，你是内政部有办，还会有办啊，就说有些夏令营你是可以去参加，你就公开的去报名，你去参加，大家也不会说什么，但是你用一个别的名义，然后你出差，然后顺便带你儿子去，这事是很奇怪的。那另外，我觉得他也要回应的不是说你有没有收到公文，今天要回应的说，那你到底有没有带你儿子去？你为什么会带你儿子去？这件事情，我觉得徐家清作为一个政务官你应该要把这个事情讲清楚。侨委会他为什么去东沙岛？其实他是办了一个侨青体验营嘛，他是要深化海外青年对于我们这个就是守护前线的这样一个认识。那我就问徐家清的儿子是海外青年吗？就不是嘛。然后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是
好，他去其实他是占了一个名额啦。那他不是侨青，他为什么可以去？因为刚刚我们新闻有讲嘛，他放宽一些条件。那你这不是很明显吗？你就是为了要让你儿子去，说你放宽条件，这没有利益冲突，然后应该利益回避的问题嘛？你这个就假公济私啊，这很明显就是假公济私。然后大家我们刚看到刚刚那个态度，第一时就是监察院报告没出来的时候，他第一时间是否认，还骂人家乌龙爆料。结果你现在证明你那个时候是说谎，然后现在再被问到的时候，他也不道歉，就说我还没收到公文。那所以你一定要到最后一刻，你才愿意道歉跟讲实话吗？那为什么民进党的政务官都可以傲慢到这种地步？我做错了怎么样，咬我啊，不然怎样，都是那一种很傲慢嘴脸。那他为什么跟民众党杠上也是一样啊？民众党找到了一个他这个26天吧，好，去很多国家的一个出国报告，那个报告只有几页而已。那民众党就说很像小学生报告，坦白说那个报告我也看过，这写的是蛮烂的。他这个心得就几个心得都是废话。照道理来说，你去26天应该有心得很多啊。就是他的心得就是说，我们要深化跟台商的交往，然后或者是我们要加强这个侨教的重要。那所以你不去，你不会知道这些事哦，你就不做这些东西，就是心得废话嘛。那我觉得你可以很谦卑的就说，好，那委员我可以提供你，因为我们现在有2个版本 ，A、B 版 ，B 呢是上网的哈。其实我觉得你上网也可以写的有水准啊，虽然他讲说有些机密不能公开，但是你也可以把非机密写的有水准，让大家也可以有点心得嘛。结果不能给中共看，但是给全世界笑。好，我也是觉得这也是蛮奇怪。好，那他就骂民众党啊，就说你不做功课，你会不会做立委啊？你难道我要给中共看光光吗？就是用那种不是他最严重的说，我教你怎么做立委，我教你怎么做。问题是他没有做过立委，没做过，他只做过议员，他教出来就简书培那种所知佛地魔嘛。那这个他重点就是说那种傲慢，什么中共看光光没有，不是，那是每次扯中共拿来当遮羞布，然后结果。那民众党后来就拿到了那个完整报告嘛，说哦好多机密哦，原来你去法国吃甜点哦，好机密哦，还去看电影哦。你如果认为吃甜点很棒，你为什么不能放在公开报告，让大家知道这个台湾之光？所以他就是傲慢嘴脸，乱骂人，死不认错，这就是官啊。休息一下再回来。哦，蔡英文很厉害哦，昨天到台东，所以叫元帅东征，干嘛呢？居然去当要选台东县长陈营的主委，哎，哇，前总统跑来做台东的主委，哦，其实主委不重要，为什么？他主要是刘兆豪做总干事，你不要出来捣蛋，不要出来选县长，让陈营好好去选，因为刘兆豪再一出来，他上次选立委拿了18000票，哦，以前选县长也拿了5万多、4万多票，所以呢，一出来就分票，哦。所以呢，就可能会害到陈营。所以蔡英文说：“我来当主委，你做总干事，你要看到时候看你这个辅选的绩效如何哦。”所以呢，表示台东的绿营大团结了哦。你看刘兆豪接总干事哦，这个很重要哈、哦。你看陈明文也去了，陈营也去了，庄瑞雄也去了，刘兆豪也去了，蔡英文在这个地方啊、哦。那另外呢，说因为英系大佬有苦劝刘兆豪说：“我疼惜你啊。”你选也选不上，你选的对你有什么好处？破坏了民进党团结。虽然刘兆豪已经脱离民进党了，所以呢，他们认为绿营的在台东要团结，团结很重要哦。以前呢，我记得是民社党还是青年党大佬讲，团结重要，团结最难，团结重要，团结最难。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尤其政治人物要团结是很困难的哦。那蔡英文呢，跟贴饶庆林合照，哦，然后说呢，地方政治是要终结对立的，不政党不同，但是可以有共同的方向。他们现在就是对那个任期满的地方县长都特别好，哦，比如说这个侯友宜啊，也是啊，苏贞昌啊，还有这个苏巧慧一直说侯友宜绩效太好了，政绩很好了啊，然后捧，然后像蔡英文也是捧这个饶庆做的是不错了哦，但是呢。他在任的时候为什么不讲了？还骂他说你跟他干嘛去还参到大陆哦？什么去搞那个什么视讯哦？推销台东的水果。现在说不分党派，饶庆做太好了哈、哦？为什么呢？就希望你拉抬自己人啊、哦。那另外呢，国民党的参选人叫做吴秀华，说我们会比绿营团结哦，国民党也要团结啊、哦。那另外呢，就因为台东原来就是蓝营的铁票区啦哦，所以呢，就算是蔡英文整合绿营、陈营出来。铁票会被撼动吗？有可能吗？哦，另外呢，蔡英文干嘛来这边替陈营当主任委员？
是说呢，蔡赖情节还是有，就是让赖清德知道，不要以为你都可以摆平。我告诉你，就是我出马才能够摆平。你出来，你看摆平得了，摆平不了啊。所以呢，谁是党内最强的领导？赖清德，你自己想想看啊。但是媒体也说，蔡英文重出江湖，到底为什么呢？为什么要重出江湖呢？我们看一下。前总统蔡英文周二率领英系要角前进台东，而最新的是大动作宣布自己将会出任民进党台东县长参选人陈莹的竞选主委，更宣布前立委刘兆豪担任陈莹的竞选总部总干事。蔡英文指出，台东是自己第一个宣布担任竞选总部主委的地方，因为希望大家能够团结起来，一起为台东的未来努力。更特别谢谢刘兆豪，说是他主动促成这一次的合作，也展现了很大的诚意和格局。此话也间接证实劝退有意第7度参选县长的刘兆豪。不过这个布局也令人觉得玩味，因为蔡前总统自卸任之后从未直接插手选举事宜，但这次主动介入台东的选情，劝退自己英系的子弟兵刘兆豪，并全力支持郑国会的陈莹。过去吕玉莹没有拿下台东，原因大部分是因为内部分裂，例如上一届的立委选举，而赖总统喊了许多次的团结，如今蔡前总统一手促成，也让党内各派系有不同解读。而蔡英文这一次到了台东，也带着派系要角陈明文以及庄瑞雄，似乎也要展现英系的旗帜，俨然在台东飞舞。魏善，蔡英文从政后为哪桩？为什么是突然跑出来当主委？这很重要的职务。其实他一直都非常关心党内的事务啦，因为民进党毕竟这个扛住现在台湾的整个这个政治的状况，然后也跟中国希望可以有一条很好的出路，所以当然他在各个事项上面他都一定会重要的关注。那台东对他来说，其实当然也是重中之重嘛。如果台东可以守下来，那对于民进党在这个东部的整体的选情一定是会大加分。那所以对他来说，他这个过去是这个总统嘛，所以他对每一个现任的政治人物，其实也当然都是互有互动。那由他来出马，当然是非常的好。那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结局，所以我们也非常的乐见未来在台东，真的陈莹本身又是原住民的这个身份啦，他有这样的血统所以他应该是有机会在那边可以顺利的这个胜选。至少这次蔡英文去是一个话题，选举话题也蛮重要的啊。那你怎么看？而且这个蔡英文这一招出手他锁定在这个陈莹然后劝退他自己的人马这个刘兆豪，我觉得还蛮不寻常的主要是因为呢，陈莹呢固然国民党在这个台东执政的非常的久，然后国民党的候选人吴秀华真的非常优秀他是现任的议长然后他非常优秀，他的人他的处事在地方上面的协调各方面呢都非常的好。她是吴俊丽的妹妹嘛但是呢，就是也是有一些因为家族今天又被拿出来讲啊，对，就是因为家族的事情，就是因为有家族的事情。他有讲说，我有没有参与我家族的经营了？家族是家族，我是我这样。是，但是没有办法，就是因为有家族的这个事情呢，所以当然会对他的这个传统，就对他的票会造成一定的这个冲击。台东的选情呢也很特别，就是在于说，因为呢饶庆铃呢执政的非常的优秀，然后陈莹呢他也不是弱的那民进党呢在台东这个地方呢扎下了非常多的资源，然后呢光是饶庆铃呢光是这个陈莹他在立委。他要的各方面的这个补助呢，都加码的住在这个台中地方，所以就是因为看到有赢的机会所以呢，蔡英文呢在这个时候出手，我觉得如果说因为蔡英文的这个出手呢，我相信就是说要翻转这个桃园的这个选情呢，台东的选情呢，当然有一定的难度了但是呢，如果只要有一点点的这机会能够这个翻过来的话，那这个不得了了就是东台湾的这个局面就改写，这是第一个。而且第二个就是说，就算呢不会赢，但是呢也展现了蔡英文呢在民进党里面呢是最大公约数，特别是因为赖清德呢他这个独重赖系就是新潮流里面还有赖系的资源太集中在赖清德的这个人马身上，其实，在民进党瞧很多事情的时候，不管是他们全代会的中执委的名额，还有包括在这个赖瑞隆的高雄的这个提名上，还有他的决策的上面，都看出来赖清德一个绝大的一个问题了
蔡英文这样子的出手解决民进党现在的幸存的问题，我觉得我比较容易会的联想的是说，如果今年底的选举的结果不如民进党的这个预期，假设如果说赖瑞荣输掉了这个高雄的话，显然明年这个赖清德要连任呢，就会面临到很大的挑战。所以这个里面之间的关系呢，就会变得比较有意思啊。就是说，因为在民进党里面，本来也就是一直有这样的传，就是说，如果赖清德年底的这个选战不能够守住高雄的话，他明年可能就会逼宫，就跟他2019年去逼蔡英文的时候一样。而那个时候呢，如果萧美琴啊，就会变成是一个被看上的一个人选嘛。那我们知道萧美琴跟这个跟这个蔡英文是姐妹淘，他们两个的关系是非常的亲密的。所以说，我觉得整个的布局啊，都不会是从一个单一的担任台东竞选总部主委这样子来着眼啦。就你看，联合报把它放在2版的头条，就比如蔡英文这次下去呢，是的确受到媒体及政界很大的重视了哈。就是说，第一个，如果台东能够翻盘，陈英能够赢，那当然蔡英文绝功至伟。就算没有翻盘，那个票数如果还不错的话，那这个蔡英文呢也是有很大的功劳。更何况他劝退他自己的子弟兵，你不要选，你做总干事。所以不管怎么样，蔡英文这次出手呢，我觉得还是有相当大的意义了。来，元之。而且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有赖主席赖总统拜托蔡总统，因为蔡之前非常低调嘛，他就是想说啊，现在总统是赖在做啊，所以他平常就不要能不出现就不要出现，所以他的民进党全代会他都从来没有去过。那他这次动作这么大，还接了陈营的主委，我认为应该就是赖有请他帮忙。那如果到时候真的选不好，赖你也不能怪蔡啊，因为我已经帮忙了。你看我还劝退刘兆豪，对不对？也是打一个预防针啊。那我觉得。其实民进党应该他们内部评估台东有一拼的机会了。为什么？因为第一个，其实以前台东立委常常是民进党的。那国民党为什么县市长可以赢？是因为原住民的关系嘛。那他这次提了陈营本是原住民，他就想说，他们原本的票加上原住民票有一拼的机会。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他们这一次给陈营很大的空间。像上一次梁文杰不是讲错话吗？去骂那个台东的农民说，哎呀，你们种的那个凤梨世家根本没有人要吃啊。结果后来陈营居然可以找到梁文杰到他办公室叫梁文杰道歉，然后还酸梁文杰说，如果你要多买一点，你酒店少去一点，你就可以多买一些凤梨世家。所以他问一个立委可以找到副主委配合他在立法院演出，这个绝对上面有交代了。我觉得民进党应该是对台东下很多功夫，而且他的爸爸陈建年在那边关系也是很深。我想这个。2010年到2024年之前这段时间，民进党的台东立委都是民进党，那刚好在蔡英文也从2010年连任这个民进党主席到2014年为止，大概是他已经有影响力的那个阶段，所以我想民进党对台东这一项当然有他的期待啊，就是说过去这10几年来都是他们拿立委，所以他们还是有一拼的机会，所以我觉得在蔡英文能够去台东担任这个主委，一方面当然也是。某种程度上就去做这个整合，那把他的人劝退之后，我相信他们会努力的去打这一席。才会觉得他很简单啊，在跟赖清德还有民进党中央释放一个讯息，那就是英系在2026的地方大选绝对是有足够的影响力的，而且他也在说，他绝对不会任由赖清德这个新系一个人一个系独揽大权。所以我觉得透过这个蔡英文这次在台东的高调出手，英赖体制的较劲，还有派系。